小伙伴们，第101届香根一传已经过去1周多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特别激动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比赛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瞬间，一边分享一下这次的彪马的2双鞋，一双是这个 Fast R Nitro Elite 2，我们叫它1爪2，另一双是 Deviate Nitro Elite 3，我们叫它飙破精英3。这2双鞋的配色是彪马专门为第101届香根一传设计的配色，界面的颜色代表从黎明前的微光到未来的光辉，还是很好看的。我们先来说说这双官方英文的名字叫 Fast R Nitro Elite 2，我们就叫它1爪2。这双鞋是彪马在2023年的时候发布的一双顶级的竞速碳板鞋，它使用了叫做氮气缓震的科技，可以提供很好的推进和缓震性。这双鞋最大的特点是前后跟的分离设计，你们看这儿，通过外露的碳板连接，这个地方第一眼看上去就会觉得特别的新奇，特别的酷。它的碳板延伸至脚趾外侧，更长的鞋底与地面接触的长度可以提供更强大的推力。这双鞋给我穿上去的感受是这样的，它的鞋底比较的硬，然后碳板的劲儿比较大。所谓这个劲儿呢，有两种体现，一种体现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弯折感，这个鞋几乎是弯不动的。像大多数市面上碳板鞋能略微弯动，这个我使尽全力，基本上就能弯到这儿。然后另外一层面的推进感是鞋底中底带来的，就是落下去以后的回弹。然后至于说前后跟的分离，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它的一个前后落差上，就是就这个形状上。这双鞋坦白说，我的跑动技术和我的力量能力还有我的体重，我驾驭它略微有些吃力，就是它可能是更适合比我力量再强的那种选手，就是大步幅，然后一步感觉每一步蹬地都特别有力。那我想这双鞋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在我的脚上呢，我能体会到它的刚性，但是呢它的韧性在我的能力上我体会不到它全部。我认为这双鞋的优点是，我觉得作为一款顶级的碳板竞速，就像我之前节目中说过很多次的，不同的比赛、不同的距离、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鞋。这双鞋适合全程马拉松，就是长距离。我个人认为，虽然我没有穿它跑过全程马拉松，但是我穿它跑过一个30公里的训练课。我认为在超过30多公里之后，它的衰减的表现、抗衰减的表现会比较好，因为硬有劲儿，碳板比较的有刚性，这是我对这双鞋的评价。缺点呢，就是在短距离的比赛中，就像这次香根一传，大家看到这些选手的选鞋，也是选了另一双会稍微多一些，就是因为在短距离的比赛中，可能它的优势不会那么的明显。所以我们下边就说说这一双，它的官方名字叫 Deviate Nitro Elite 3，我们就叫它飙破精英3。这双鞋在这次彪马赞助的2个学校的队员中，选择是最多的一双。这双鞋也是卖的最好的一双。我记得我们去彪马的东京表参道的直营店去探店的时候，我跟店员说，我说没有看到这双鞋呀，指我当时穿着的这双。店员说这双鞋卖的特别好，现在已经没货了，展品都没有。这双鞋其实给我的感觉是轻和比较的有连贯性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天我们去拍跑动的画面的时候，我先穿的是这双鞋，先穿的是1爪2，之后呢穿着它先完成了我们周3早晨的早训练，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，跑得挺不错的，强度也挺大的。然后之后呢又穿着这个1爪2去拍了一段跑动的画面，紧接着然后我就换鞋，换了这个，然后又拍了同样的跑动的画面。2双鞋换完以后马上接着跑的时候，感觉这2双鞋的特点差异特别的大。这双鞋是它也是一双精英的碳板竞速鞋，但这双鞋要更轻，更适合我这种能力的选手。我们就说是比方说东亚人，小体重的，跑动技术呢以高步频，步幅呢像我这种业余的爱好者就是小步幅，
标破精英3使用了前叉型碳板，可以提供不错的推进力，跑起来更轻快，并且1爪2和标破精英3都使用了 Ultra Weave 鞋面，包裹性和透气性都不错。这双鞋的感觉是，我觉得香根的运动员们选的是对的，它很适合5公里、10公里、半马这种路跑的比赛。到全马的赛场上呢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没有穿它跑过超过21公里的距离，有机会可以穿它跑一个30公里试一试。我认为它应该比我之前穿过的，就是几年前穿过的其他品牌的鞋，可能抗衰减能力会好一些。毕竟现在已经就是技术代差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看这双鞋的硬度，我们正好也使劲，这双鞋是可以弯动的，对吧？这双鞋大概的碳板的硬度，这个鞋底的硬度，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多数适合半马左右这种鞋的水平。当然了，这双鞋如果跑全马，我的定位，我觉得现在我的感觉是，也许在3个小时以外的选手穿这双鞋跑全马是游刃有余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我凭感觉可以说，我觉得如果您跑到2小时45以内穿这双鞋的话呢，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有劲儿。如果是这个水平的小伙伴要选彪马的鞋，那就是它了。然后至于重量上这个事情呢，1爪2是要比标破精英3要沉的。我个人给绝大多数咱们频道的观众、大众的爱好者推荐，应该会推荐标破精英3这一双。另外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观赛给我留下了一些深刻印象的瞬间。第一个就是比赛现场的氛围。我今年是第2次去看香根一传，连续2年去了2次。大家看现场直播或者看我之前的视频都可以感受到，包括去年的视频都可以感受到，无论选手们是什么成绩，跑在什么位置，赛道两边都是有巨多的观众热情的，甚至声嘶力竭的给选手加油，而且大部分观众是能够喊出他加油的选手的名字的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就是马拉松路跑这个事儿在日本的普及率确实是挺高的，大家喜欢这个运动才去加油。另外呢，也挺懂，除了观众呢，看到这些啦啦队们，尤其是比赛中的运动员们，虽然每个队只有10个人上场，一共只有21个队，他们有的时候感觉跑到最后并不是说在争那个名次，好像就是我接到队友的那个棒，当然不是棒，是那个带，接到那个带快在自己身上，努力的往前从一个起点冲到一个终点，我竭尽全力去冲到这个终点，我就完成了我的可能是使命，也可能是我就燃烧了这20多公里，就这种感觉。有机会大家可以现场亲眼看看。第二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今年青山学院又是夺冠，卫冕夺冠，并且打破了赛道记录。我觉得还是当时节目中说那句话，现场说那句话，10个人217公里，比之前的记录快了5秒。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说不可思议，但是回味起来呢，确实是他们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笔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观赛香根一传的一些小小的不成熟的感受，还有就是对彪马这2双鞋的一些感想。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不同的跑鞋。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、发展特别快的时代，跑鞋也是一代又一代，一个技术接着又一个技术。我也希望在我有限的跑步生涯里能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技术，更多更好的跑鞋。谢谢大家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